大家好，咱们今天还是一个闲聊的话题，是我这个看日本棋圣战的一个有感而发。这个当时看的是就是今年的第5局棋，地点呢不详啊，因为我当时看那个直播呀，那个也没有说明是在哪儿，但是呢景色太美了，它这个日本这个一个就是大开窗，这个就是那种拉门式大开窗，外面是海天一色，然后呢还有几棵椰子树，我觉得可能是在夏威夷还是什么地方，咱不清楚啊。如果在日本本土的话，我不知道他们那儿有没有椰子树，但是外面景色真的是太漂亮了。那个大开窗啊，就是那个几乎是就是你这个房间有多大，它开多大门，那外面的海天一色美景。然后呢，屋里是坐了5个人，这5个人呢有这个齐正，这我认识张许，那旁边俩不知道是吧？这个一律瑶啊先到位置，然后过了一会儿呢，这个景山义太入场，仪式感非常强，而且这5个人呢，那个坐到那以后啊，半天都一动不动，如同木雕泥塑一般，看着非常的这个让人感觉很的宁静啊，心情也非常的那种平和，这种环境真的很衬托的非常好，是吧？因为你说他这个8小时比赛，把这个节奏放慢呢，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如果当然了，就是咱们生活现在这个社会里，恐怕也没那么多时间，是吧？你从头看到尾，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如果你融入到这个画面里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好，是吧？而且他这个比赛你也不用从头看到尾，你就是说，他这是相当于2天制嘛，那你就看一段，你不想看了，你就换个频道，是吧？这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8小时这种比赛啊，不应该取消，不是为了看棋。你8小时，你要说为了看棋的话，那你说它这就有间断性了啊，一会儿走一手，一会儿就停了，你不可能老盯着。但是呢，就像看那个一个直播一样，你看着看着呀，你不想看了你就停，是吧？你可以干别的，想看了回头再看。这里说到日本棋圣战呢，就要说我就想谈谈这个历史啊，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感不感兴趣啊？首先呢，就是最早的要说起这个棋圣战，就得先说秀行。秀行呢，当年呢是这个拉赞助啊，他拉这个名人战的赞助，那他呢相当于是自买自卖，他把这个赞助拉了以后，他第一个名人战的冠军就是他。那个时候老名人战多少钱我不太清楚，但是应该不是很高。到后来了呢，这个棋圣战开始了啊，第1期的棋圣战奖金就高达40万，当时是不是40万不知道啊。这40万美金在那个年代，这40万美金那还了得了，是吧？那个换算成通货膨胀，我估计80万都不止啊，80万美金都不止。所以现在来说，如果从现在角度来看，这个棋赛的这个奖金呢是在贬值了，是吧？现在的棋手其实还不如以前挣得多。那当时呢，就是说这个秀行啊是债主逼门，这些债主们那都最后都成了他后援会了。为啥呢？就指着他这个能够拿冠军，好还钱。所以呢，当时可以说这个日本棋圣战救了这个秀行。那他这5届为什么都是他拿冠军？我现在想一想啊，这里面有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面对高额的奖金呢，这棋手的心态压力太大了。你看他对应的这5个都是这个后辈，最大的也就是林海峰。那这些人就是抛开棋圣战以外，只要对上秀行啊，都不落下风，而且呢，可能还赢的面更大一点。为什么一到了棋圣战就不行了呢？就是面对这个重奖之下呀，变形了，技术变形，导致呢他们到了棋圣战就不发挥，尤其越是到最关键的时刻的时候越是这样。而秀行呢，那个他自己就讲是吧？他说他运气好，
一方面就是他运气确实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种重压之下，那个心理不崩溃。这个他跟那个曹文炫呢是有类似之处啊，这俩人的确都是这种有赌徒心理啊，那非常的意志非常的坚定。这种意志坚定来自于哪里？我跟大家说，还是平常心，就是吴大师教导林海峰的平常心，把这个精力你集中在棋上，而不是集中在棋盘外。你包括李三浩，为什么他能拿10多个世界冠军，也是如此，这都跟他这个心情在棋外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说起来，这个世界大赛是吧？这棋圣战那就开了先河了，他这个40万的美金，那么到后来了呢，就是本因坊和这个明星战呢，这个奖金也上来了，达到35万，35万，那就是说他都一成不变，都几十年下来，这个奖金越来越缩水，相当于虽然钱数没动，但是越来越缩水。但是呢，你不管怎么说，从一开始他把奖金提到这么高，那棋手的地位就相对来说就有很大提高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到了这个接近90年代初的时候啊，韩国的就经济腾飞，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个当时呢，最早是这个所谓东方证券，我对东方证券我不太了解，可能它是一家卖保险的，就是它这个当时也有35万吧，可能是有35万啊，具体数我都没查过。那这个35万呢也不少了，是吧？后来他办不下去了，就是赶上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呢，他把这个冠名权又给了这个三星。三星为什么能够一直承办到今天？这跟他在这个他在北美市场啊卖的非常的成功，是吧？他这个电子产品一直是北美市场的第一大户，所以呢他很有钱啊。这个三星一直都是做的很不错，只是说这2年最近可能是10年左右吧。三星在这个亚洲这个北美市场啊，它开始不是那么那个独占鳌头了。这台湾的电子商品就开始那个挤占它市场。但是尽管如此呢，韩国人这个精神还是可以的，是吧？他一直没停办啊，他就是这么一直办下来了。从打这个东洋证券开始，是吧？一直延续到三星，也没有他说停办的那个情况。这一点他比日本强。还有就是这个 LG 呢也是如此啊，他也是一直都在这个坚持下来。LG 说实话，他不如三星啊，但是呢他也一直在做，这个很了不起。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说日本不行呢？咱先看日本啊，他这个第一个世界大赛就是他办起来的，就是福士通。这个福士通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他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个大赛呢？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个世界最大的2个这个胶卷生产商，一个是柯达，一个是福士通。那个年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今天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了，就是全天下就此这2家，是吧？你要是买胶卷，只能是用我们的，不是柯达就是福士通这个胶卷，所以他这个有这个财力。到后来了，那没办法了，他转型不成功，他那个包括柯达也如此啊，也不转型不成功，所以这俩呢，直接面对这个数码时代啊，就彻底就倒闭了。所以福士通这个最终办不下去，这是有情可原的。这个后来有接手的，就不能算接手吧，就同期的，大概是在2000年以后吧，又有这个丰田进入了。按理说你丰田这个全球最大的生产商是吧？汽车生产商，你应该把这个比赛办下去。可惜的是呢，丰田很令人遗憾，他就没办2届，他就不办了。为啥呢？这可能是觉得这个日本棋手不争气。但是你看看人家韩国是吧？虽然说韩国一开始他这个一直是他们这个独揽鳌头嘛，所以这样的话他后来他即使是那个让中国抢占了不少的这一冠群呢，如狼似虎出现以后，他们那个也能承受得起，就是当初赢多了是吧？现在找后账可以。日本呢，就是你日本按理说也是可以的。你福士通的时候，那日本那些老的超一流，一个个不都修成正果了吗？是吧？那你这个办一办也没什么不可以。哎，他这点小气了，这个丰田就不整了，整了2届就不整了，这个有失这个大企业的形象啊，不太理想。那这就是这个日本的丰田杯。按理说丰田杯啊，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丰田杯足球嘛，那时候每一年这是一个最好看的比赛就是丰田杯。可是到了围棋这一块啊，他就虎头蛇尾，办2届就不办了。那这就是我聊的这个所谓的世界大赛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说到这个一冠群一冠群的产生，还有这里面有一个人物啊，我觉得是值得一提的，就赵志勋。赵志勋在这个三星杯的时候啊，那个是2000年以后了，那基本上就所谓的日本超一流都已经消失，看不到了。只有赵志勋最后再来一把，是吧？再来一把就是把这个朴远训呢，给弄下去了。三星杯他夺了最后一次夺冠，所以这个赵志勋还是50多岁了，那跟那个当年大竹夺这个福士通也差不多了。当时大竹对手应该是王励成，那个时候都是属于也都50多岁以后的事儿。那这个为什么说一冠群他就不行呢？这个一冠群呢，就是说对自己约束力不够，他们有这个当年的这种刻苦，可是呢，到了后来了，拿了冠军以后就一下就松懈下来了。真正的说那种能够坚持下来，是吧？那个有着更大的野心的人，有着更大的这个抱负的人，你比如像这个古力啊，还有这个李世石啊，为什么他俩能成为所谓的后来的绝代双骄，是吧？最终拿了个8冠，李世石拿的更多了，可能来十来冠也有了。这就是整个的我就是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世界棋战从这个日本这个开始，这个高额的奖金对棋手的影响。还有就是谁呢？就是到后来所谓的柯洁8冠，他这个8冠以后啊，我以前我在节目里我就说过，他不会再有了。为什么呢？他心不在这儿。你看了吧？你包括他录那些节目，你就可以感觉他跟对棋的没有敬重感。一等他就说什么，说你们不懂啊，都不懂，就他懂。你是世界冠军，那又怎么样呢？你对棋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吗？对不对？你看，如果这话不可能在其他的职业棋手里说出来，为什么他尊重棋迷呢？你不管底下这些棋迷水平如何，你只要是这个给大家展现围棋的时候，那一定是一种敬重心。你敬重的不单单是这些所谓的棋迷，更是对棋的一种敬重。这日本人就做到这一点了。他们你看给大家讲棋是吧？或者是他下的那个棋，他一定要给大家把他这个说的清楚明白，让大家也能理解。这个呢是一种作为棋手的一种责任，他没有，所以呢，我觉得不可能了啊，他不可能了，他也就到此为止，就是8冠。那好吧，今天就是大体上就是这些内容了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大家多点赞。